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大 V 带。哦，不能推了，快跑 V 带 V 带，快跑！你怎么开始有 V 带了呀？你没有吗？我有啊，但是你一开始是没有的呀。这饭吃太好了，想胖了谁他妈没胃带啊？这屁话吗？还没味道呀？因为他吃的少啊。朋友们，这几个人全都点的是西红柿蛋汤哈，大桶的，你在干什么啊？你好恶心，你在干什么啊？好吓人呢！怎么了？差点被我单杀了。出来的太多了，吃不下了，你知道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离线玩家online频道。昨天红米 K100 Pro 系列刚刚发布呀，我们就是第一时间上手了。在屏幕左手边的呢，就是 K100 Pro Max， 跟这位一模一样大的呀 ，K100 Pro Max 升级了一个9070毫安时的电池，处理器还是815，但是屏幕呢是185赫兹的，好像其他没什么升级了，反正我是用不出来的。剩下这位小的呢？那么屏幕右手边的呢，就是红米 K100 Pro。作为这个电池比中间这个要大不少啊，我这个红米 K100 Pro 是8580毫安时电池，非常的爽。这个手感其实也蛮轻巧的，没什么要说的了。但是处理器呢，确实是一个我们目前来说还是没有用过的一个处理器，是骁龙815V 的一个处理器啊，很绕口啊。据说是有点小阉割是吧？也不知道。我们今天这个实际体验看看怎么回事好吧？别的也没有要说的了。这个配色的话呢，后面好像是玻璃材质的啊。没了，就这样吧。但是为什么我们中午现在是这个中午啊？现在已经好像12点了吧？为什么这个点呢？因为昨天晚上直播比较晚。你给他。我还没有介绍呢，你为什么要抢我的话？那我中间呢就是前一代的红米 K90 Pro Max， 电池健康是98%，肯定会稍微差一点，毕竟总容量都没有他们俩大嘛。现在已经是中午12点了，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开始？是因为我们昨天直播了一下啊，搞得有点晚，没有起得来啊。但你没直播呀？那我去打球去了，也比较晚，好吧？那相关的设置和流程，我们打在中屏的某个地方呢。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视频，不要一键三连关注。那我们今天先搭禅，好吧？好的，然后去吃饭了啊。OK。我 K90 Pro Max 负载就不用多说了，好吧？120帧加上至帧啊，能开很多。K100 Pro Max 啊，它最屌的165加至帧。OK。闭嘴！什么意思？把我留到最后一个。不好意思了，朋友们，至帧加超清加60帧啊。新处理器嘛，没有优化好，对不对？这是815开60吗？昨天晚上更新了一个版本，我还以为会有什么提升啊，还是这样子啊。是 V5，你是 V 啊。OK 了。那反正3台手机就拉到他们最顶的这个画质了啊。OK。那你只有这么高就没办法了。所以续航大家就清楚啊，这个人的负载是最低的。为什么我要拿2台手机啊？他干嘛去了？偷吃去了吧？菜刚点上他就吃上了呀？就菜点少了吧？刚刚把3台手机的亮度都调到一样了，那个加餐去的就不管它了，我们在这儿再打一会儿吧。这3台手机一开始的自动亮度都挺低的，我们是把它拉高了一点的，要不然太暗了。3台手机都是开了一半的音量啊，但是这个声音感觉都挺小的。OK，正好也不会打扰别人吧。进场打了10分钟左右，这个K100 Pro Max 到120帧了。它本来开的是165的啊。对，前面165还挺稳的。我的90 Pro Max 帧数还比较稳定啊，就115上下浮动吧。你有K100稳定吗？它60帧，那叫稳定啊。59非常稳啊，非常稳，非常稳。我的90 PM 好像要90帧了。不是好像的，是已经90帧了，朋友。15、16分钟吧，现在。接近20分钟的样子。开吗？开狂暴吗？我觉得你可以开了。我试试啊。回来了。OK， 到118了，117。OK。还是到不了120可以了，这么玩吧。K90 Pro Max 开了狂暴6、7分钟之后吧，K100 Pro Max 也90了呀，开狂暴了。开吧。看一眼。回来了，120了。OK。但是也到不了165了呀。有人吃饱了回归了呀。咱还吃得下吗？感觉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固定来上这么一下，不然身体不舒服啊。现在舒服了吗？微舒服吧，感觉一会儿可能还再来一下。那这样好吧，就是你等下就别吃了，你就可以不用来那一下了，对不对？你没东西，你总不能产出了吧？你是真畜生。是吧？游戏快30分钟了，我的90 PM 狂暴模式也撑不住了，只有90帧了。OK。就过了1分钟啊，这 K100 Pro Max 也90了呀，也狂暴不下去了呀。那就这样了吧，到这了啊，到这了。又过了2、3分钟，我这90 PM 只有60了。那就60帧了呗。这压力确实挺大的，这个上半部老烫了，刚刚摸的时候。
刚刚仔细观察了一下这台 K100 Pro Max 啊，它锁90并不是彻底锁啊，战斗状态下会回到120， OK，然后准备阶段又是90。我的90 PM 又回来了，又是90了。OK， 什么意思呢？它怎么还能回来的？就温度又可以了，又往前冲了你也呗。没干别的呀。打了38分钟，终于吃到鸡了呀！90 PM 最后开了狂暴模式，应该是稳到了90帧，因为它期间这块太烫了，偶尔也锁一下60帧了。100 Pro Max 呢，就是每次锁帧都比90 Pro Max 晚个1-2分钟啊，但是最后呢，它会到120和90之间波动，所以表现稍好一点。但是165怎么都稳不住吧？对，165就坚持了那么7-8分钟。你还要说吗？不多说了吧，60，网络没有任何问题。好了，接下来把手机交给大师拍张照片吧。现在我的红米 K100 Pro 还有96的电。90 PM 86。100 Pro Max 91的电啊！现在把手机交给大师来拍拍照吧，就不让你说话。拍美食了，饿得要死。先拍2台新的手机啊，反正都是他们默认的，这个2.1像素什么的，我们都不会去调啊。我觉得他们1倍都不是很好看，我不知道成片会怎么样，反正取景器上我觉得一般般，是会比我们现实中要稍微亮一点啊。这张鸡蛋我就觉得 K100 Pro Max 还要难看一点。我从取景器上看 K100 Pro Max 拍这张鸡翅的时候是粉色的，但是他要把这个比较偏红的这个肉又拍出来比较黄，感觉颜色不是很对哦。我再看一下90 Pro Max 吧，感觉3个手机的拍照没有很大的区别哦。米系感觉拍美食都是这么个风格嘞。90 Pro Max 比较接近 K100 Pro， 因为这一次 K100 Pro 呢，它升级了一个长焦微距啊。那我们来拍一下这个鸡翅吧。啊，它到这里说请移远一点了，那就是这样了。这个是差不多真的是10厘米，是可以拍到的啊。然后再看一下 K100 Pro Max 啊，大概这个位置吧，这有25-30厘米了吧。再看一下同为5倍的 K90 Pro Max 啊，好，这个位置吧，没啥区别，可以说就是一模一样的。反正都拍一张给大家看一下。吃饭期间就看 B 站1080p 原画直播，并且打开弹幕。现在把亮度也调得差不多了啊。OK， 来开吃。你把他们传染了呀？没有啊，他们自己消化比较好啊。这2个人都去了呀，怎么办？有没有可能他是背着咱们2个去做一些什么别的事情呢？不太可能，因为他们2个去的时间差距很大。有可能就是为了避险。哦，那我也去了。你回来了？吃完就你为什么这么开心啊？放松啊，就很开心啊。他刚刚说你们2个去那啥了，甜蜜双排啊。行一些苟且之事吧，你是这个意思吧？对吧？对啊。我没有开麦克风，你为什么要拿？啊，你没有开啊？啊，哎呀，我以为你看着骗我一下。搞完就回来了呀。他敲了一下我隔间的门啊，我连门都没有让他进啊。我在这里动都没有动啊，你这诬陷我呢，真狗一个人。他刚刚这个去酝酿之前抓了我一下，非常的畜生啊。再抓你一下才能酝酿出来。抓你就拉得更顺畅嘛。你俩真变态的，我靠！哎，朋友们，刚刚我摸了一下这个硬木的 K90 Pro Max 啊，感觉手感很轻薄啊。因为2个手机这个100 Pro Max 跟90 Pro Max 壳不太一样。现在我们把它壳拆完之后，发现，鸡鸡怎么说啊？确实轻薄一些啊。这是90 Pro Max 是吧？对你这个手每天在抓些什么东西啊？那不是你给我机会吗？你让我摸的呀，这摸出不知道你摸过呀？摸出经验来了，好吧，对吧？来，让我再摸一下，摸出经验。Pro 的手感是摸出来的我不管啊，没有摸出来，那只能说你给我机会了呗，是吧？没有给啊，哎呀，没有给。吃完饭了呀，吃饭期间看了半个小时的 B 站1080p 原画直播，现在到这个楼底下来给大师拍拍照。拍照之前先看一下电量 ，K100 Pro Max 还有87的电 ，K90 Pro Max 还有81的电。K100 Pro 还有92的电，今天我们已经用了1小时21分钟的手机了，但是这个时间都是没有记录桌面的，所以最后会加个10来分钟的桌面时间。接下来就要给大师拍照。感觉说话好虚啊，你是不是被谁那啥了呀？你们俩昨天不直播那什么了吗？好的，先开始录像啊，3台手机全都可以4K 60帧啊。然后给大家说一下，现在这个天气呢，就是这种有一点点飘雨，比较阴，但是还是很亮的。就是这个紫外线还是有点刺眼的。先看最左边的 K100 Pro Max 啊，现在是1倍，看能不能切到 0.7。OK， 切到超广角了。录制过程中是可以切的，慢慢拖。哎呀，就不够广啊，然后再往5倍拖啊。OK， 5倍也是切了的，它最高是15倍，大家看一下，15倍就是这样一个效果了，觉得还可以吧。
好，再看中间的 K90 Pro Max 啊 ，OK， 超广角，啊，1倍是切过去了，5倍看一下 ，OK 也是切了，它最高就是10倍了啊，好，10倍就是这么个效果。最后看一下这个右边的 K100 Pro 啊，就是4K 60帧拍摄过程中它是不能够切超广角的啊，来吧，1倍，看2.5倍会不会切。OK， 2.5倍是切了的，它最高也是15倍啊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啊，它15倍就是这么个效果了，就感觉比较差一点了。OK， 现在慢慢的向它走过去啊。我感觉3台手机是没有很大区别啊。好，开始笑了呀。好，这是 K100 Pro Max 对它脸，哎，怎么有点虚焦啊？哎，它对不到你的脸哎。好，这是 K90 Pro Max， 我感觉它的效果有点那种锐化还是什么的，看着不是很舒服啊。好，再是 K100 Pro， 哎，也感觉对焦距离有点远哎，就是这样已经虚了，你知道吗？没调好吧？啊，不知道。好，现在转圈了，你怎么秒切战斗脸是什么意思啊？走着转圈啊。现在我们跑过去啊。怎么骑着跑呢？因为那里有水，我想避开一下。好，现在跑着转圈。好，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吧，还是有一点区别的。我感觉 K100 Pro 系列好像那个对比度要稍微高一点啊。这是现在录完像的3个手机的屏幕亮度。肉眼看的话是左边的 K100 Pro Max 会稍微亮一点，其他2台就会稍微暗一点点了啊。准备前置录像，3台手机的最高规格都是4K 30帧啊。OK， 就这样吧，来吧。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圣城长沙。今天这个太阳啊，亮度还行，宁度到80。先来用3台手机给大家做前置手机的视频录像，先来看这个效果吧。我个人感觉其实我右边这个 K100 Pro 的效果会稍微好一点，因为中间这个90 Pro Max 有点偏红，然后100 Pro 呢还行吧，差不多，但是100 Pro 是没有很大区别的。对，跟100 Pro 是区别不是很大的。现在屏幕亮度有区别 ，K90 Pro Max 暗很多了 ，K100 Pro Max 是最亮的。左右两边确实效果差不多。好了，往前跑了啊！哎，能跑可以。跑一下吧。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亮度，亮度现在差距还蛮大的了。没有看到什么这个眩光什么问题，但是好像左边的100 Pro 是不是掉帧了？啊，就30帧啊，那没问题了。现在这个亮度很明显的就是左边比较亮一点了 ，K100 Pro Max 啊。对。好的，现在用前置的人像模式来拍一下都是自动的，然后3台手机全都缩到了0.8倍，是自动缩的啊。来吧，我们再用前置的拍照模式来一张，今天没有什么太阳，所以就不调人角度了。K100 Pro Max 没缩哎，它是可以缩的啊，但是它自己没有缩，我们给它缩了。都是默认的，来吧，感觉效果都一般般。接下来准备用后置的人像模式来拍一下照片啊，焦段稍微有点区别。K100 系列的2台都给了一个3.1倍啊，就有点怪，好吧。K90 Pro Max 就1.25了，那我们就拍1.25吧。但是 K100 Pro 呢，就用这个3.1了，因为它没有给别的了，都是默认的啊。你站在后面那个表情，能不能不要那么委屈啊？咋了？好像在前面。是怎么你呢呀？我真的服了呀！我感觉 K100 Pro 系列会比较美颜严重一点啊，这个颜色都还行啊。反正我从取景器上看都觉得有点假假的，我觉得观感是比较差的。再用后置的拍照模式来拍一下，有点区别的是2个带5倍的呢，它们的焦段就是差不多的，但是这一台 K100 Pro 它呢就只给到了一个5倍，那我们也会拍到10倍的啊。然后还跟大家说一下，这3台里面超广角最广的是 K100 Pro， 因为 K100 Pro 是15毫米的，其他2台都是17毫米的。我非常讨厌这个17毫米的超广角。我是蹲着给他们拍，好不好？你蹲吧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已经准备好了。蹲。你拍哪儿呢？快蹲。贱人我。大家应该不喜欢吃鸡屁股吧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在拍哪里啊？你变态吧？我想请问你一下，为什么要翘个脚呢？翘脚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显腿长，只有腿不长的人才叫显腿长啊！腿长有什么好显腿长的？腿长不用显都很长啊！说实话，他们的区别真的不大的。我其实很难找出来他们有什么很明显的区别啊。我感觉就是 K90 Pro Max 拍出来会红一点，其他2台就感觉黄一点吧，白一点的那种感觉啊。
我刚刚不是拍了一张2倍的吗？但是 K100 Pro 其实是有个2.5倍的镜头的。那我再拍一张吧，就是其他2台用2倍 ，K100 Pro 这个2.5倍的镜头原生焦段感觉有点黄哦，就感觉拍出来气色不是很好。那接下来景点再拍一下这边的建筑吧，这有个好高的建筑，朋友们，我看能不能拍完啊？可以，超广角是可以容得下的。不是前一阵在这里举办了垂直马拉松啊，你去了吗？我去找我女朋友了，所以我没去，可惜掉我的报名费了。你还要特意说找女朋友是吧？要强调一下是女朋友。那肯定啊，某些人，谁呀？某些人是谁呀？大家应该知道是谁。总不是我吧？2倍裁切还是像刚刚一样，其他2台用2倍裁切 ，K100 Pro 用2.5倍，区别真的没有很大吧？5倍拍另一面墙上这几个招牌吧，到长焦之后还是会有点区别了，就觉得 K90 Pro Max 是会偏白一点、偏红一点那种的。10倍我们就换一个角度拍农业银行了。K100 Pro 感觉这个果冻效应很明显啊。哦，上下在那晃，对，不均匀的在那晃。K90 Pro Max 又没有啊，就明显好一些啊。你看这2个画面现在晃的幅度是很不一样的。K100 Pro 也没有啊，但是感觉它的画面的那个边缘的那个紫边好明显啊，因为确实这里是有一个高对比的。那解析力肯定是原生5倍好一些了，再来个30倍吧。K100 Pro 已经提醒我 AI 自动开了，我就不关了。K90 Pro Max 也是开启了 AI 的，其实3台都开了。再拍一下这种普通的街道啊，超广角不拍了，没什么意义啊。普通的一个街景，但这个天还是会觉得好热啊，感觉太阳的存在感还是挺明显的。已经有点后悔穿长裤。你别后悔了吧，你就喜欢穿长裤。我现在拍着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，只是100 Pro Max 在抖，90 Pro Max 不抖，是不是刚出这个防抖算法还没弄好呢？毕竟才更新了一个版本。那就请它调好再发布好不好？最后还是会拍一张30倍啊，这一张我们就把超级长焦什么这种 AI 都关掉了啊，解析力差距还是挺明显的，这是硬件决定的，没办法了。最后还是再拍一下这个树叶子啊，但是这个叶子的话是有点逆光的，就用1倍和2倍吧。K100 Pro 还是用2.5倍啊，区别很小吧，我只能说。那K100 Pro 这才上了一个长焦微距，感觉在拍这种场景的时候会有点优势啊，它真的可以离得近一点，朋友们。OK 啊，朋友们，现在在打微信视频通话，我已经无奈的笑了，因为3台手机都非常丑，朋友们，然后视野范围没什么区别，然后非常难看啊，每台都很难看，加了debuff了，我就是又糊又难看，然后感觉脸上麻麻赖赖的，又回到了这种以前的红米啊，不知道哪个时候的红米了，感觉3个人纸扎的啊，好夸张啊，这太难看了呀，尤其是一幕。它在后面就是像个鬼一样，我的天呐！后置的话，3台手机现在因为刚拍完照，可能屏幕都不是很亮啊，也挺糊的吧，蛮糊的。3台手机没什么很本质的区别，可能是我们近期碰到过的比较差的了。这3个都很差呀。刚刚在路上打了15分钟的微信视频通话，因为这个路上有点远。现在我的 K100 Pro Max 还有78的电，90 PM 70，100 Pro 还有83的电呀。接下来我们就在这里打个王者吧，因为这个外面在下雨啊，下得挺大的，好烦啊！这个天气，就是你说今天天气可以啊，赶热度懂不懂？看一下王者的画面设置啊 ，K100 Pro 系列2台都是144加最高的啊。我就120完全够用，好吧？刚刚看了一下3台手机的亮度啊，游戏里面的表现都是差不多的，就看看他们等下会不会降吧。刚刚为什么要发出一些动物的声音？动物的声音？对啊，那你能听得懂动物的声音，你也是动物。你这个好奇宝宝，其实刚才笑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吉吉啊玩那个米莱迪把对面姜子牙耗死了，姜子牙想杀他，然后一直在开大，然后这个吉吉前后摆头，然后把对面耗死了。这把王者5v5打了18分钟啊，我这台红米 K100 Pro 的表现呢，这里没有任何问题，但是网络中间出现了2次断连啊，导致我在这个团战中这个失利，没有办法拯救队友于水火之中啊。这2个这个红的时间大概有8秒钟了吧，差不多，反正还是蛮影响游戏体验的啊。你说一下你刚刚为什么说你自己拿到吉尼斯世界纪录？刚刚就是这个责编啊，说如果给你7.5厘米，你会选择加在哪里？我要加在身高上啊。那我们大概都可以拿到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了。K90 PM 什么问题都没有啊。K100 PM 也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啊，就它有问题，所以它要加在某些奇怪的位置上。第2把王者荣耀还是依旧的游戏中心拉高负载啊，看看有什么能拉的。我们3台手机的这个负载呢，都是触控增强这里面都拉高了并打开了，然后
这个独显增强里面呢，打开了超级分辨率，以及开了一个游戏 HDR。OK，都是一样的啊。对，三台都一样，开打吧。你们亮度是一下子高了好多哎。对啊，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之前那种就是很糊或者很腻的那种 HDR 的感觉啊？看一下亮度是不是差不多？100 Pro Max 亮一点，你中间的要稍微暗一点点啊。90 Pro Max，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大 V 带。哦，不能推了，太，V 带 V 带，太跑。你怎么感觉有 V 带了呀？你没有吗？我有啊，但是你一开始是没有的呀。你这饭吃太好了，长胖了谁他妈没胃带啊？这屁话吗？他没味道呀。因为他吃的少啊。第二把王者5v5打了也是差不多18分钟啊，跟上把只差了3秒钟的时间。然后呢，我们3台手机的帧率跟网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呀。接下来这里看看信号表现怎么样，好吧？好的，我们已经在微信里面拍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，现在准备发送一下。3台手机是差不多时间拍完的，来吧，3、2、1，点。哦，都有导出 ，OK。怎么感觉好像是 K90 Pro Max 最快啊？哇，它都开始发了。哇！但是第一个发完是100 Pro Max 啊，其他2台速度就差不太多了。我们接下来准备下载一个1.6G 左右的游戏安装包啊，3个手机都已经调过自动亮度了，这是他们自动亮度之后的情况。好像是右边的这个 K100 Pro 会稍微亮一点啊，中间的 K90 Pro Max 是比较暗的。来吧，3、2、1，下载。目前看好像右边的100 Pro 的速度会快一点，现在都15兆左右。对，其他2个都是只有3、4兆的样子啊，就是被它抢了呀。而且目前这个右边这个100 Pro 也下载最多的呀。而且我们现在是在市中心这个地方，然后外面在下雨，所以这个店里面人还挺多的，感觉网络环境不是特别的好啊。怎么说？是不是可以半场开香槟了呀？这100 Pro 中间的 K90 Pro Max 只有700多 K。300多 K，K100 Pro Max 速度比之前也快了一点点。OK，K100 Pro 下完了。怎么说我的90 PM 能抢出来吗？好像并没有。哎，怎么变慢了还？对，它变得好慢了。那他们就是抢不到速度。现在我们在用电信卡打电话、联通卡刷抖音啊。来吧，慢慢刷来。哎，你看右边有个黑的，慢刷。哎，你这边感觉有点卡，感觉只有中间 K90 Pro Max 是没有问题的。其他2台都卡过一下啊，那加一点速吧。完了，你这边 K100 Pro Max 全黑，完了呀！完了！你也卡，好，那么这最快吧？完了！这 K100 Pro Max，K90 Pro Max 也开始黑了，就都不太行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在用联通卡打电话、电信卡刷抖音。先来慢刷，怎么感觉都有点那种会卡到第一帧不动的那种感觉？100 Pro 还好吧？你看它这边也有黑的，我感觉慢刷都已经不太好了，看到了吗？那我们加点速吧，100 Pro 好一点。对，但100 Pro 也有点加载啊，就没黑，但是有加载。对，这2台都有黑过 ，Pro Max 全都有。你看最快，最快的卡的不知就是这边和我。哎呀，这个时间加载的有点久啊。这 K100 Pro 也不跟手，然后也有黑的，也有加载。信号也体验完了，王者也打完了，看下电量啊。K100 Pro Max 还有66的电 ，K90 Pro Max 还有54的电。K100 Pro 还有70的电呀！现在是下午的4点20分，我们已经使用了2小时58分钟的手机了。哎呀，雨还是没有停啊！我们在这里再放上一会儿的这个视频吧，好吧，也不知道能放多久，万一一会儿聊忘了，然后时间又过了呢，是吧？看了5分钟视频，这雨好像突然停了，那我们赶紧做一下步行者机记录吧。好，15分钟就差不多了，我怕这个雨点又下来了。这就是长沙，现在又下雨了。对，很烦啊，但是雨不是很大，我们就走吧。现在这个雨呢，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大的毛毛雨啊。大家能懂吗？然后他们从这里绕一圈出来，我就不过去了。不行了，朋友们，要打伞了。我们现在往这种巷子里面走了一下啊，这里就会比外面的大路要稍微难一点。你们2个把伞打好点啊，别淋病了啊。我们今天走的比较远呀，走了19分钟才到这个商场里没有淋雨的地方呀。起点位置好像都还可以，但是后面的路就不太对了。因为我们都是沿着这个路线往上走的，3台手机都有一点偏，但偏的都不多。我们在这中原里面绕了一个圈呢，3台手机的形状都没什么区别，但是我们在这里是没有交错的，中间这台90 PM 会稍微差一点点。因为这块路程都比较开阔呀，所以3台手机的路程大差不差吧。但我们都是沿着这个道路线上走的，3台手机都稍微有一点点偏啊。我们很遵守交通规则的走了人行横道呀，但是中间的90 PM 稍微出了一点点的道路啊，我们就直接进入了这个小巷啊，还是中间的90 PM 会稍微差一点。
虽然我们都是沿着道路上侧走的，可以看到它的波折会多一点，有点进到楼里了。另外2台都没什么太大问题啊。我们在这里又右转了一下，可以看到是左边的100 PM 会稍微偏的多一点，它有更多部分都进到楼里了。另外2台就还好一些了。这一段路我们稍微进行了一个回头啊，但是回头之后走的也都没有偏这么多呀，我们都是沿着道路上侧走的。可以看到3台手机都有不同程度的往上多偏了一些。这个密支凸起非常的密支啊。这里我们也是沿着道路走了一个弧线啊，可以看到3台手机都有偏楼了，都不是很准啊。后面这段路也是沿着道路走啊。可以看到左边这个100 PM 为什么有一个回头的趋势啊？中间这个呢90 PM 也是有点这个节啊，折返有点多。对，右边这个100 P 会稍微好一点，但是它也是穿楼了。后面这里我们还是沿着路走呀，3台手机也是有不同程度的偏移，都不是很在路上，看。不同程度的往楼里穿了。但是这段路的这个最后一个拐角处呢，这一小段是 K100 Pro 比较准啊，在路上的，另外2台也是完全向左偏了。然后接下来这个拐弯呢，就是100 Pro Max 的，它这个拐弯幅度会稍微大一点，有一点到楼里面去了。另外2台都稍微好一点，比较收敛了。后面这里我们又拐进了一个小巷啊，可以看到3台手机在这里保持都还行。但是还是中间90 PM 它的弯折会稍微多一点。这条街的后半部分，2台100 Pro 的系列都表现会稍微好一点啊。最后终点这一小段路呢，其实是右边的 K100 Pro 稍微在路上一点啊。你大家看这个红线跟这路已经是交织在一起了。另外2台呢是稍微比较差的，是有点靠左了。还是中间的90 PM 会差一点，因为最后我们有一个左转的，你看。它直接斜上插到楼里了，对，100 PM 还稍微好一点。OK， 这个步行轨迹呢，其实是这个 K100 Pro 要整体上要稍微好一点点啊。然后像这个100 Pro Max 呢和90 Pro Max 就是稍微弱一点点了啊。其中这个90 Pro Max 还是它这个偏折和凸起会多一点，就跟它这个使用者是一样的啊。哎，你头发怎么报电量 ？K100 Pro Max 现在还有61的电啊。90 Pro Max 还有48的电，100 Pro 还有65的电。现在是下午的5点03分，我们已经使用了3小时39分钟的手机了。接下来我们使用高傲的地图车载导航去后湖啊，重点关注他们在路上的这个导航表现。你说这天气是不是跟我们对着干呢？现在要上车了，然后不下雨了，我真服了呀。OK 啊，我们已经上车了，3台手机都有车道级导航。然后他们现在车位不对，他们的车道也是对的啊。我们本来要左转的，但是现在我们直走了。好，看一下谁先反应过来。哇，这么同时吗？过不了招啊。那就没办法了呀。而且之前的那个车道的话，其实就中间的这一台 K90 Pro Max 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啊，区别不是很大。但是现在好像也不是很对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正在左拐啊。哦，刚拐过来。哦，是左边的这个慢一点。他进隧道了。都进隧道了。都进隧道了，我们没有在隧道里面啊。我们都是在路上的。哦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OK， 刚刚这里都出现了一点问题啊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到隧道了。都在隧道定位中。哎，中间的 K90 Pro Max 到右边去了啊。我们从来都没到过右边啊。现在我们变道变到右边了。OK， 并没有反应。怎么不动了？哦，2台手机都不动了，3台好像都不怎么动了。哦，都卡了一下。哎，802了。哎，倒退了，完了。这100 Pro Max， 哎，又回去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弧线上行驶了。为什么中间的K90？哎，完了，不知道怎么描述了。不知道怎么描述。OK， 只有右边的这个 K100 Pro 是比较准确一点的。但是他们车道现在都是错的。我们就快到那个岔路口了，但是这里有点堵车。现在几台手机都有不同程度的落后啊。啊，都落后了。落后。但是最接近的是右边的 K100 Pro 啊，它就要进了啊，还是卡在那儿。但是我们已经，哎呀，这个都有点差了。你看，没有一个进入到岔路口的。OK。K100 Pro 进去了。K90 Pro Max。已经完全在那个地方等了很久了啊。90 PM 完败，哇，我们直接跳了，大跳一下，他倒是跳到对的位置了。哦，可以，这一下跳对了。另外2台也跳了，快进了，各有各的差吧，都不能说很好吧。
这么困难。3代手机在隧道里面的导航真的是都非常非常差。你硬要说最差的话，可能是90 PM 吧，因为是它要驶出隧道的时候，它的反应是最慢的。但是他们在隧道里面表现真的很差，在其他路段表现还行吧。现在100 Pro Max 还有58的电，90 Pro Max 还有44的电，100 Pro 还有62的电。用支付宝扫下共享单车二维码吧。OK， 来吧。哦，感觉是左边这个 K100 Pro Max 最快啊！感觉某人猪蹄儿刚一车开，直接扫上了，太帅了。怎么说啊你？啊？想不想喝？咱们4个都喝汤吧，好吧？好吧，喝汤啊。门口的共享充电宝来。哦，这一次速度也非常接近了，但是感觉你网速慢一点。加载的慢一些了。我们已经进了这个今天信号好像还可以的书记长人草啊，因为最近放假没什么人啊。在微信里面拍了1分钟微信视频，现在准备导出，来吧，看他们要不要导。3、2、1点。啊，确实还是要导出的啊。那我觉得应该跟上一次的没什么区别了，应该是 K90 Pro Max 比较快一点啊。果然，哎，它这次快好多呀，感觉比100 Pro Max 啊，哎 ，K100 Pro 也 OK， 哦，他们两个几乎是同时发完的，那就 K100 Pro Max 会慢一点，啊，这次慢的挺多的 K100 Pro Max 啊，继续再下载一个360兆左右的游戏安装包啊，来吧，3、2、1点。OK， 我们现在看一下速度。哎呀，只有左边的K100 Pro Max 未连接，其他2台都很快。连接中啊！完了呀！哇，100 Pro 呀爆杀了。OK， 连接上吗？看能不能连接。其他2个都下完了。连接不了别人了，怎么办？连接不了了，重开啊！那 7.5厘米该给你加上了。连接不了，压抑了，连接不上了。哦 ，OK。哦，它速度也有连接了。没有人跟他抢，它速度还可以吧？哎，还是没有其他2台快。你看，它又不行了，它又掉了。哇，它在这里是个4G 速度，朋友们，1、2兆，行吧，不等了。没调好啊。看完信号表现了，我们来打王者荣耀10 v 10啊！我们把这个负载呢都还原到了最开始了，也都是均衡模式，然后不知道他们表现会怎么样。打。他们俩跟你打，我不跟你打。打你。朋友们，这几个人全都点的是西红柿蛋汤哈，大桶的，你在干什么啊？你好恶心，你在干什么啊？怎么了？好吓人呢！怎么了？差点被我单杀了。出来了吗？这不都看见了吗？怎么出来了？出来了太多了，吃不下了，你知道吗？第一把王者荣耀10 v 10打了12分半啊！我这台 K100 Pro 呢是在游戏最后剩了半个小时要结束的时候，半个小时啊，30秒，说错了，还有剩30秒的时候呢，锁到了120帧啊，然后呢，网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K100 Pro Max 啊，这把王者荣耀144帧很稳，网络也没有任何问题。90 PM 的帧率没有问题，它的网络黄了能有10来秒吧，其他还可以。下一把加大负载和上午是一样的，太 C 了，5分48秒就结束了。这3台手机显然都没有问题，再来一把吧。再来吧，打9点。怎么了？不行，有点问题。K100 Pro Max 这把黄了大概30秒左右。OK。准备开始打第3把，看了一下网络，发现3台手机现在都是4G 网了呀。无语了呀，难怪你刚刚会黄呢。哎，不是我黄啊，是网黄。就是你黄。第3把王者啊，这个时间没打够，打了7分钟啊，但是我也你们为什么时时间越来越短了？越来越短，说明敌人越来越好打呀，这是好事啊，是吧？赢了吗？赢了呀！我很不幸也变成网黄了啊，跟这个樱木一样，都是我这个中间黄大概有5、6秒吧，差不多。但是没有影响我的操作，还是成功拿下胜利了。接下来打第4把吧，时间确实不太够啊。朋友们，我这个 K100 Pro 打了4分半啊，已经锁到了120帧了呀。K100 Pro Max 没变化呀，很稳啊。K90 PM 也没什么问题，你赶紧开性能模式吧，快好嘞，狂暴。好嘞，OK。开完狂暴模式之后呢，帧率回到144帧了。这个泽别也是刚刚吃完饭回来了啊，但是不知道我这个144能稳多久啊？喝汤去了，没有吃饭。哦，何意味呢？4把打了半个小时。那只能说我们实力比较强啊，对吧？的最后一把第4把打了5分40秒啊，然后我这把呢，我的这个 K100 Pro 开完游戏模式之后就144了一招游戏结束了，还好吧？ K100 Pro Max 进游戏的时候黄了一下，嘴巴里含了个什么东西呢？冰啊！K90 PM 稍微黄了一下，真累了，30分钟打了4把。哎，我们准备走吧。什么意思？你好像有别的意思，真的恶心。打得太累了，看我视频还是你确实看着休息一下。像打得很累的样子，好吧？再放15分钟，因为上午只
因为下午吃完饭那里只放了5分钟。看完视频了，我们准备打车回去做步行导航了。车上我们刷30分钟信息流，有抖音、小红书和淘宝。走吧，终于到这个地方了呀！我们刷了半小时的这个信息流啊。现在呢，我的这个 K100 Pro 还有44的电，现在是下午的8点04分，用了5小时51分钟的手机了。90 PM 是19的电，让它还是20呢。你现在要开省电模式，它提醒你。不开。K100 Pro Max 还有40的电。OK。接下来我们就步行导航去我们夜校的场所啊。这应该是我们目前步行导航最晚的一次了吧？哎，不是。好像还不是，还真的不是吗？感觉今天这套流程搞完之后，直接回家就可以睡觉了啊。好的，非常好。话不多说了，赶紧走起吧。已经开始导航了，3台手机的起始位置都是对的啊，没有问题。我们现在过了这个马路啊，3台手机这个实时位置都是变化了的。准确性的话好像也差不太多啊，都还可以。对，然后规划路线也都是在马路对面了。但是这个 K90 Pro Max 能够看出来它的屏幕是稍微暗一点点的啊。OK， 到这个路口了呀。刚刚上一段路线的3台手机这个实时位置都是在我们现在这条路上面，但是规划路线在马路对面，然后都是非常的一致啊。现在来看3台手机有没有这个虚空行走的问题？好像是没有啊，因为已经待了一会儿了，都是在290几米的这个样子啊。刚刚过这个路口啊，看来3台手机的实时位置都不是很准，都在我们规划路线的上面啊。但我们现在就是实时位置在规划路线的对面。对，所以要上去调理了，朋友们。那说明我们找的这个师傅手法非常的给力啊！3台手机都是这个实时位置正确了。OK。调理成功，往前走吧。调理成功 ，OK。每次这个调理的地方真有点说法的。我们今天导航时间比较短啊，导航了大概是14分钟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泽别的这个瘀足啊非常的疼啊，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流程就缩短了，好吧？捏爆了一个水泡，朋友们，好痛。然后呢？前几天不知道为什么用脚过度啊，用脚过度啊，不知道在屋里干什么东西哈。还不是被你舔的。你有证据吗？我没有证据啊，我就瞎说。舔水泡呢？我就瞎说。3台手机的表现呢都是几乎是一致的呀。这个路线规划在我们所走的路线的对面啊。只是没有规划，但是位置还是比较对的啊。对，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去这个小厕所吃一下泽别最爱的美食吧。是你的最爱的呀。你最爱的美食？你说的小厕所啊。你的厕所。我真的想吃，但是我真的拦不住。依旧自助餐这一块。你又在天天拍呢，肯定想吃。好的，我们已经进到这个信号很差的卫生间了。现在我们用联通塔打的电话点。和一位左边，快点重来，100 PM 快点重赛。直接下线，只有右边的 K100 Pro 拨出了电话呀。那90 PM 也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感觉也发不上力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在微信里面来发送一个表情包。3、2、1，点。是谁？谁最快？右边的 K100 Pro 发出来了，但是他没有收到别的2个发出来的，因为另外2个还在转圈。发不出来，另外2个。好，下一项依旧是只有100P 有信号了，再刷刷看，能刷新出来。另外2个废物啥也没有，已经弃掉了。现在已经进入到抖音里面了呀，3台都没有刷出新的内容啊。点个评论区试一下吧。3、2、1，点。OK， 感觉抖音全军阵亡。记下一项。现在我们切换到电信卡了，来打个电话。点。哦，他们俩又不行了，依旧只有100P，牛逼！他们俩再来一次看看。记，我天哪！现在我们到微信里面来发送3个表情包啊。3、2、1，点。依旧是只有 K100 Pro 发出来，但他没有收到另外2台，因为2台还在转圈。又好了，有信号了啊，又好了。现在我们进入到微博里面来了呀，中间的 K90 Pro Max 和 K100 Pro 都刷新出来新的内容了。100 Pro Max 已经是阵亡了，那另外2台刷。3、2、1，送。还是100 Pro 好一些。现在我们进入到抖音里面了，3台手机还是没有新的内容啊。等待一下，网络不佳，都不行了。这左边这个100 Pro Max 连动就下载出来啊。100 Pro 有画面吗？让这2个点一下评论区试一下吧。3、2、1，点。算球。啊，太臭了，我受不了，终于出来了，好吧。K100 Pro 的表现非常的好，让我很意外啊。无论是联通还是电信呢，简直是爆杀另外2位对手啊。但是电信的话呢，中间的 K90 Pro Max 尚有一战之力，但还是
一般般，好吧。就 K90 Pro Max 和 K100 Pro Max 就电话无论联通电信都打不出。这个K100 Pro Max 确实没有想到它怎么都两个都阵亡了呀。对，怎么拉成这样式儿了？哎，没办法，确实拉完了。哎，我不是这台。哎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个100 Pro Max 拉完了啊！到第二车库来扫一下墙上的微信二维码，三台手机都是联通的4G 网络，来吧。哦，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啊！现在联通的二维码大概是4、5米的样子，来吧。OK， 往前走吧。哎，有在放大了。好 ，K90 Pro Max 扫出来了 ，K100 Pro 扫出来了。OK，K100 Pro Max 是最晚扫出来的啊。很暗的地方维持1米，来吧。哦，中间的 K90 Pro Max 稍微慢一点，3米。哦，这一次就差不多了，还可以啊，都还可以。刚从那个地下魔窟出来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什么叫地下魔窟？太臭了，太闷了，好吧。先来看电量吧 ，K100 Pro Max 还有36的电，中间的 K90 Pro Max 还有13的电，最右边的 K100 Pro 呢还有40%的电呀。现在是下午的8点48分，已经使用了6小时18分钟手机了。下午了，又下午啊？唉，晕了已经，太累了。现在这里拍照片吧，好吧。就拍夜景了。OK 啊，在这边拍一下夜景。这个地方也不是很暗啊，但确实是晚上了，还是有一些灯的。现在就先看一下三台手机的录像吧，好吧。K100 Pro 的超广角是不支持4K 60帧的，那我们就这样拍吧，好吧。其他2台都可以啊。OK， 我们先来看最左边的 K100 Pro Max， 现在是超广角，慢慢拖。OK， 到1倍哦，明显变亮，然后再拖，到5倍 ，OK 也切了，但是感觉挺糊的。好，最高是15倍，大家看一下，啊，就是这么一个效果了。好丑一人。你怎么人身攻击呢？好，现在再看中间的 K90 Pro Max， 看拖 ，OK 也是突然变亮了。好，再拖。好，然后是5倍，也是切了的啊，是可以切出来的。好，它最高是10倍，就这么个效果，感觉效果也一般般吧。最后看这个 K100 Pro 啊，来，这是它1倍的效果，我们现在往后面拖，好，到2.5倍，哦，是变暗了一点，但是也没有感觉变得多清楚啊。它最高是15倍，而且怎么感觉拖着有点卡呢？好，15倍已经很糊了，朋友们，但感觉防抖还可以啊。好，现在切换到1倍，向他们慢慢的走过去，感觉 K90 Pro Max 会稍微的曝光高一点啊。好，笑呢，又笑呢，哈。走得一瘸一拐的。你看，这确实是有点那个对不到焦呢。我离远一点，大概要这个距离，还挺远的了。这是 K100 Pro Max 对它脸，这是 K90 Pro Max 对着它的脸，这是 K100 Pro 对着它的脸啊。我觉得 K90 Pro Max 是比较清楚一点的。现在都好糊啊，这2个，那确实吧，换到2亿，可能就是夜景可能就会比较吃亏一点吧。再用拍照模式啊，拍一拍他们的人啊，这里又下雨了，所以我们就不会走太远了。好，我要拍你们老鼠干来，还是默认的啊。哎，超广角确实都挺拉的。到时候做点物料抽奖发给大家。老鼠干是吧？看大家那个时候还能不能磕到，好吧？他们的后面有一个很亮的招牌啊，看谁能压下来啊。我现在不知道成片是怎么样的啊，大家看一下谁那个后面灯牌压的比较好吧。接下来依旧是2倍裁切对比 K100 Pro 的2.5倍啊，我只能说这2台 Pro Max 拍照区别真的很小哦。2.5倍的时候，在这个夜景下，它就等待的时间比较长了。最后再拍一个5倍吧，拍你一个人，显示是2秒快门，哇，确实等了2秒。K90 Pro Max 显示的是1秒啊，其实也等了差不多2秒的。再看 K100 Pro， 等待时间也挺长的。好了，接下来就再拍它身后的那一边的什么灯牌这些东西啊，城市夜景，不拍超广角了，没意义了。正好还有路人经过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那个快门有没有产生拖影什么的。依旧是2倍对比2.5倍。我现在从取景框上看的话，是中间的 K90 Pro Max， 它这个灯牌好像是压的比较好的啊，其他2个都播报的啥都看不到了，但它整体曝光也确实是最低的。而且这个位置其实是有一点点的鬼影的，不知道成片有没有啊？但是因为 K100 Pro 呢是那个长焦的原生焦段啊，所以看着好像是没什么鬼影的。5倍的测光一变的话，那个招牌就不过曝了。好，再拍一下那一边没什么招牌的地方啊，主要拍比较天空的地方。K90 Pro Max 已经10%的电了，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路人走过。这一张就都有2倍裁切了，毕竟还是个2亿像素呢。但他们默认好像是输出1250万像素。直接5倍了，
拍远处的那栋楼，都拍出来比肉眼看着要亮一点。最后是10倍啊，来一张。我觉得他们晚上在这个光线环境下能够调出来长焦已经还可以了，有些机器可能调都调不出来。再拍一下这边啊，那里有一个足浴的什么招牌，也比较暗。这组2倍也都是2倍才切啊，就还可以看一下这个右下角这个灯牌有没有过曝。这不会把我们判定成广告吧？最后再来张10倍啊，我就拍中间的吧，我拍什么棋牌简餐这些东西了。拍完照片了呀，先来看电量。现在这个 K100 Pro Max 还有33的电，中间的90 PM 还有8%，然后右边的 K100 Pro 呢还36%啊。现在是晚上的9点01分，你用了6小时30分钟的手机了。哎，是不是以为要总结了？嘿嘿，不是的，我们准备要去吃晚饭了。这是夜宵了吧？快，夜宵了，对。不知道吃什么，一会儿给大家看看，好吧？那最后这点电呢，我们再打一把金铲铲，给它耗光耗尽，好吧 ？OK。哎，这个游戏实在是不想打，但是没有办法。来吃烤肉了，朋友们，现在打金铲铲啊，拉满画质，你都没什么电了，你搁这拉满了。7%的展景结束吧。其实打金铲铲对它比较友好，因为它只有60帧。我的 K90 PM 马上就要关机了，还有12秒、11秒。没有说有什么省电模式啊。看用了多久？这关机了6小时57分钟。OK， 就7小时10分钟呗。如果算上桌面时间的话，对，差不多。OK， Game over 了。而且它后面那个金铲铲的帧率也不是很高了，最低可能就70多吧，因为我们一直没开性能模式嘛。OK， 7小时10分钟，就剩他们俩了。这个100P 还有31的电 Pro Max 还有23的电。OK 吧？吃饱了。你还没吃饱吧？差不多了吧？别装啊！我跟你们一样，要不然搞得好像我们在这边虐待你啊！反正虐待我的这话说的，这其实量不少的，说真的嘞，很多啊，还有很多素菜啊。对，把素菜吃完咱也差不多了，这也很晚了。然后那边有个人已经躺了，朋友们。好机会，你去啊！好机会。去啊！好机会啊！机会如果有准备的人，我还没准备呢。他们2个为什么都躺了啊？他俩给我机会了呀，但是我还没有吃完，没有办法施展我的机会。今天打完了呀。但是饭没吃完，稍后给大家总结一下。这个金铲铲打完了，我们总共打了是41分钟，然后呢，今天也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吧。大概使用了7小时16分钟啊，算上桌面使用时间，差不多是7个半小时左右。然后呢，我的 K100 Pro 还剩27%的电。OK。K100 Pro Max 还剩17%的电。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你今天这一台 K100 Pro Max。所有的负载都是最高的啊！对，金铲铲，它的金铲铲就只有60帧，而且是2把。对，哎，所以这个电量差距呢，其实也是正常的吧？就续航就是差不多的水平啊。现在给大家总结啊，现在讲讲这个 K100 Pro Max 啊。讲啊，发癫呐！都学你呢呀！哎，这台手机今天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呢，我觉得就是它的性能释放。什么手机啊？你搁这捣乱呢？干什么啊？性能释放非常强劲啊！金铲铲最高是165赫兹，王者144，王者非常稳，但是金铲铲165稳不了，但是最后可以稳120，还是稳的挺久的。我觉得性能释放是非常不错的了。但是我们今天确实天气也不是很热啊，而且我在游戏过程中，我感觉啊，它的散热做的也还是挺不错的，比上一代来说提升还是挺明显的。啊，就把那热量散到后盖都在烫我了是吧？也没有，因为 K90 Pro Max 打120帧的金铲铲的时候，比这个 K100 Pro Max 要烫挺多的。是的，还有一个优势呢，就是它今天的屏幕亮度表现啊，我感觉比 K90 Pro Max 也还是有一定的领先的啊，明显是好一点的。几个缺点吧，第一个就是它的隧道导航啊，表现不是特别的好。对。然后它的步行轨迹，跟 K90 Pro Max 比也没有什么领先。最后它最大的缺点就是信号了，在厕所里面几乎是没有信号的，死掉了，记掉了。在输液呢也是出现了一次重启，重启完了之后呢，速度也没有很快啊。其他方面的表现的话，我也觉得就算一个正常的升级吧。在今天这个市场，真的还行了，真的还能买了，还可以了，还可以了。OK 啊，终于到我来这个开始总结了。100 Pro K100 Pro， 它的表现今天其实比较明显的2点，一个是信号，一个就是这个导航啊。先来说早上呢和下午我们在这个室内下载这个软件的时候，它的速度是一骑绝尘的，确实非常快啊。然后包括在厕所里面呢，这个刷信息流也好啊，也是一骑绝尘啊。无论联动还是电信，比另外2台是高到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。然后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它的步行轨迹啊，也是比另外2台稍微好一点点，并不是很明显，但是
也还是有，对吧？车载导航也是比另外2台要好一点点的，那这点确实该表扬啊。但是它的槽点就是这个性能表现，我觉得不满意啊。8亿5V 这颗芯片，金闪闪只能开60赫兹，太保守了。没适配，但跟你同时发布的它已经适配了。那看它后续会怎么样，好吧？但是今天这个表现确实不是很满意的。虽然说60帧也稳到了啊，这不稳也说不过去啊。然后它的这个王者荣耀呢，到最后10v10的时候还是出现了掉到120赫兹啊。感觉其实调度可以再接近一点了。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可以说的。续航的话，跟这个 K100 Pro Max 半斤对8两吧，差不太多。亮度的话也差不太多。但是 K100 Pro Max 比这个100 Pro 呢，在硬件上，比如说扬声器，比如说像这个拍照，这个后面你来总结，还是好一些的。包括电池啊，电池我没有说过吧，电池也大一些。这2个机器目前在一些平台的差价大概是500左右啊。我个人可能还会比较推荐100 Pro Max 啊，只要你不在意这个机器有这么大就行了。对，其他方面都是提升了啊，别的没有太多说的了。你还要总结吗？上一个版本的 K90 Pro Max 对比现在的 K100 Pro Max， 当然是完全不值得推荐了。具体原因最后再说。它今天反正前面落后吧，基本是没有什么好的地方。3台手机重型的地方也是高德地图、车载导航在隧道里面都特别差。他们的步行轨迹表现都还上车，这台手机由于硬件限制，它的王者也开不了144，金闪闪120帧还勉强可以吧，但是顶部确实有点烫了。我有一个问题，你说硬件限制，你的处理器不是跟它是一样的吗？屏幕硬件限制。你这个最高多少来着？120啊。主要是朋友们，我们之前其实6月份的时候是用过一次的啊，那次评价可能还好一点，主要是当时价格还可以。我们今天查了一下价格，比较乱啊，然后感觉性价比也不是很高了。就先不推荐了嘛，到时候评分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。OK。那么拍照部分交给大师继续来说吧。那拍的最好的那肯定是 K100 Pro Max 嘛，它虽然说硬件跟这个K90 Pro Max 区别不是特别大啊，但是白天的话，他们毕竟有2亿的主摄，虽然我们没有用2亿像素的模式，但是至少还是有这么个模式嘛，你肯定解析力那些东西是会高一点的。虽然我们今天白天没有用出来什么区别啊。K100 Pro 的这2台，它的整个的影调什么那些都会比 K90 Pro Max 要稍微好一点，具体的表现可能就是光影层次那些会比较自然一点啊。K100 Pro 这一次呢是升级了一个长焦，然后这个长焦呢表现也就是一般般吧，因为它在望远的时候60毫米的等效焦距，还是差点意思啊。但是它加了光学防抖和长焦微距啊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这个升级其实还是挺大的，你的自由度就会高很多啊。而比它定位更高的这个 K100 Pro Max 呢，它的长焦也是不是很有长焦微距了，它跟这个 K90 Pro Max 几乎是如出一辙的。那在其他方面的拍照上，其实3台手机区别就不是特别大了。K100 Pro 呢，它至少那个超广角啊还是会广一点，但那个超广角不能拍4K 60帧。另外就是3台手机的前置了，最高都只能录4K 30帧的视频，而且他们在微信视频里面都非常的难看啊，真的是丑到爆炸，对不对？把你的原面目体现出来了。常规一下。我们今天呢还是拍了夜景的，夜景上我觉得这个2亿像素并不算什么很大的提升嘛，甚至有点负优化，尤其在录像的时候。因为它们的底其实是比 K90 Pro Max 的是要小一点的，所以那个录像的时候进光量呢就感觉没有那么好了。还有一点就是这个 K100 Pro Max 也有可能是现在这个版本的原因啊，它这个长焦在白天达到10倍的时候，会感觉有一点那种果冻效应，感觉防抖没有调特别好。它比这个 K90 Pro Max 是明显要抖动多了的。另外就是这2台 K100 Pro 系列的，它们的主摄的最近对焦距离感觉是要远一点的。我在录像的时候离它们大概还有半米的样子，就感觉那个焦距对不上了。其他手机其实都可以再近一点的啊。还有最后一点就是，我真的希望小米啊，什么时候把那个超广角17毫米放弃掉好不好？我真的有点受不了了。放弃掉，他放弃掉，你放弃掉？我放弃掉，我不用超广角。好。最后又是紧张刺激的评分环节了。你多少分呢？先报出一个最高分。你多少分嘛？我等会儿再说，好吧？好。先报一个最高分啊 ，K100 Pro Max 最后的综合评分，主观综合评分是74.25分，略逊于荣耀 Win 啊。确实，主要是它比 Win 贵了几百块钱。对。然后其他都是互有胜负吧。是的。K100 Pro 啊，主观综合评分70分。比你这个略低几分，但是在5分的差距以内，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啊。我们的评分都是基于当下的全新手机的最高价格，
但是呢，我的 T90 Pro Max 价格和 T100 Pro Max 是一样的，12加512几乎一个价，所以它就拉完了，不推荐。OK，没有评分。好。还要再补充一点是，它今天的整体续航表现是7小时10分钟3项桌面使用时间。如果你能二手3000多买到的话，勉强也可以吧。 512级的版本啊，勉强也可以啊。那行吧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去关注李现玩家， Oh my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然后跟大家说一下，现在已经晚上的11点半了，大家能看到吗？这应该是最晚的一次啊！我经历过的有史以来最晚的一次了啊，就是最晚的一次，排除2天1夜。排除2天1夜。好，OK，OK，走，快溜。回家。